我一个刀都拿不稳的废物，却被江湖最强暗杀组织公认为终极第一刺客，只因我天生运气爆表。凡是我接下来的刺杀任务，目标人物一定会在3天内死亡。尽管我极力跟组织解释这不是我干的，可他们不但不相信，还把我作为组织的秘密武器，将其他刺客无法完成的任务全都交给了我。而这一切还要从我意外穿越到这个古代王朝说起。我在这里的身份是一个年年落榜的文弱书生，还是一个穷得叮当响且父母双亡的孤儿。所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才冒险加入了刺杀组织幽冥阁，成为了一名新人刺客。也就在我整理记忆的同时，地牢厚重的铁门被打开了，一个身穿黑色劲装、身材火爆的女人走了进来。时辰已到，开始最终选拔。她就是幽冥阁的教官之一，代号冷月。只见她身后的手下抬进来一个长条桌，桌子上摆着一排卷轴。这是青铜刺杀令，每一个卷轴上都写着一个目标的名字。用你们的任务就是接下卷轴，然后去杀掉目标。目标都是一流高手，防御极强，身边护卫众多。他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开什么玩笑？我们这群新人里最强的刀疤男也不过是个3流武者，去刺杀一流高手，跟送死有什么区别？谁第一个来？冷月扫视全场，地牢里一片死寂，没人敢动。刀疤男额头上都见了汗，他虽然凶悍但不傻，这任务接了就是死。我更是吓得两腿发软，站都快站不稳了，只想离那个桌子远一点。可越是害怕，身体就越不听使唤。我脚下一软，整个人控制不住的往前一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不偏不倚，正好栽在了长条桌前。更要命的是，我为了稳住身形，胡乱伸出的右手正好按在了一个摊开的卷轴上，全场瞬间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我的身上。刀疤男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真是个蠢货，自己找死，这可怪不得别人啊。这小子玩了，居然敢接刺杀铁臂熊王的任务。铁臂熊王可是成名已久的一流高手，一身横练功夫，刀枪不入。这小子拿什么去杀？用牙咬吗？周围的议论声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我整个人都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干了什么？我就是腿软了一下。我想解释，想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可抬头对上冷月那双冰冷的眼睛时，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冷月的眼中非但没有嘲讽，反而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彩。他心里掀起了波澜，在所有人都畏惧不前的时候，我竟然第一个站了出来，面对一流高手的死亡任务，没有丝毫犹豫。这份胆识，这份魄力绝非凡人。好，冷月的声音依旧冰冷，但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的赞许。好胆识，我快哭了。大姐，我真不是有胆识，我就是腿软了。既然你接了任务，这个就归你了。冷月从腰间解下一把最普通甚至有些钝了的短刀，扔到了我面前。任务实现3天，3天之内目标不死，你就得死。就在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一个机械的电子音：丁检测到宿主陷入必死绝境，符合激活条件，绝对好运系统正式激活。新手任务发布，完成青铜刺杀令，任务目标铁臂熊王一流高手，任务实现72小时，任务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任务失败惩罚抹杀。我还没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反应过来，就被2个幽冥阁的黑衣人架了起来，拖出了地牢。冰冷的风一吹，我打了个哆嗦，才稍微清醒了一点，手里紧紧攥着那把钝刀，看着卷轴上铁臂熊王4个大字，我欲哭无泪。好运系统，这都什么跟什么？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72小时3天时间，3天之内杀不掉那个什么熊王，我就得死。可我一个连刀都拿不稳的书生，怎么去杀一个刀枪不入的一流高手啊？我抱着那把钝刀，绝望地走在前往目标所在地的路上，感觉自己的人生已经提前进入了倒计时。清河城悦来酒楼，这里是全城最大最热闹的酒三教九流汇聚于此，我就坐在1楼大堂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面前摆着一杯喝了半个时辰还没喝完的茶。不是我不想喝，是我不敢，我的手抖得太厉害了。端起茶杯，里面的茶水就晃得跟要地震了似的，洒出来一半。我已经在这里坐了整整2天了。自从接了那个该死的任务，我就根据情报来到了清河城。那个所谓的铁臂熊王，本名熊大，是这清河城一霸，每天中午都会来这悦来酒楼吃饭。我这2天每天都来这里踩点，说是踩点，其实就是找个角落躲起来，偷偷观察。越观察我心里越凉。那个熊大长得跟座铁塔一样，胳膊比他的大腿还粗。昨天我亲眼看到一个不开眼的家伙惹了熊大，被他一巴掌扇飞出去，撞塌了半面墙，当场就没气了。这怎么杀？别说用这把钝刀了，就算给我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我估计连人家的皮都划不破。我心里那叫一个绝望。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只剩下最后不到10个时辰了，再不动手死的就是自己，死就死吧，反正横竖都是一死，冲上去捅他一刀，说不定还能算个同归于尽。我心里发狠，可手脚却抖得更厉害了。我深吸一口气，想再次端起茶杯喝口水压压惊，结果手一抖，满满一杯茶水直接洒在了我脚下的地板上，溅湿了我的裤腿，真是喝凉水都塞牙。我低声骂了一句，认命的准备等小二过来收拾。就在这时，酒楼门口传来一阵喧哗，熊王来了，都给老子滚开！一个嚣张的声音响起，紧接着一个铁塔般的身影就挤了进来，正是铁臂熊王熊大。他今天似乎心情不错，满面红光，身后跟着几个狗腿子，一进门就嚷嚷着要最好的酒、最嫩的妞。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来了，他来了，怎么办？怎么办？现在冲上去吗？不，他身边那么多人，我还没靠近就被打死了。我吓得恨不得把自己缩到桌子底下去。而此时在酒楼2楼的一个雅间里，冷月正临窗而坐，冰冷的目光
光透过窗户的缝隙，锁定着楼下的一切。他奉阁主之命前来观察这个叫我的新人，他想看看这个敢于接下必死任务的男人到底有什么惊人的手段。可他观察了2天，我除了每天来这里喝茶发抖，什么都没做。难道是我看错了？他只是一个鲁莽的蠢货。冷月心里闪过一丝失望，可下一秒他的瞳孔就猛地收缩。他看到了我不经意间洒在地上的那杯茶水，那个位置冷月的心跳漏了一拍。那个位置是熊大每次来酒楼的必经之路，他习惯性的会从那里走向他常坐的2楼楼梯口。好深的心机，他这2天看似在发呆，其实是在观察熊大的一切习惯，连他走路的路线都算得一清二楚。他不用刀不用剑，只用一杯茶水，他想干什么？冷月的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他死死地盯着楼下，连呼吸都忘了。楼下熊大正骂骂咧咧地推开挡路的酒客，大摇大摆地朝楼梯口走来。他今天刚从一个对头那里敲诈了一大笔钱，心情正好，根本没注意脚下。哎呦！熊大只觉得脚下一滑，整个人失去了平衡，他那200多斤的身体重重地朝前摔去，砰一声巨响，熊大一头撞在了旁边一个桌子上。那桌子上正好摆着一个客人刚点的烫红锅，里面是滚烫的红油汤。红锅被撞翻，滚烫的红油劈头盖脸地浇了熊大一身。熊大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嚎。他一个一流高手，虽然外加功夫厉害，但这滚油直接烫进了眼睛里，疼得他满地打滚。但这还没完，他摔倒的地方旁边正好有一个喝醉的酒客，怀里抱着一坛上好的火烧云烈酒。熊大这么一撞，酒客手里的酒坛子脱手飞出，啪啦，酒坛在半空中碎裂，烈酒洒了熊大一身。更巧的是，熊大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正好撞翻了旁边墙角的一个香炉，香炉里带着火星的香灰飘了出来，正好落在了满身是油满身是酒的熊大身上。一团火焰瞬间从熊大身上腾起，整个人变成了一个火人。救命救命啊！熊大惨叫着，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酒楼里乱窜。他慌不择路，直接冲向了敞开的窗户，想从那里跳出去，跳进外面的护城河里。所有人都吓傻了，整个酒楼乱成一团，我也看傻了。这都行？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火人冲向窗户，然后火人成功地从2楼飞了出去。但楼下好巧不巧，有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正好经过，那小贩的草把子上插满了尖锐的木签子。熊大从天而降，脖子不偏不倚，正好对准了一根最粗最长的木签子，扑哧一声轻响，世界安静了。熊大整个人被串在了糖葫芦的草把子上，火焰还在他身上燃烧，但他已经不动了，脖子被贯穿，神仙也难救。整个悦来酒楼内外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离奇到极点的一幕。暗中观察的冷月握着剑柄的手，因为太过用力，指节都有些发白，他整个人从头皮到脚底都在发麻。天天时地利人和，一杯茶水只是一个引子。他算到了熊大会滑倒，算到了旁边有火锅、有烈酒、有香炉，他甚至算到了熊大会慌不择路跳窗，连楼下卖糖葫芦的小贩经过的时间都算得精准无比。这不是暗杀，这是审判，这是借天地之力行因果抹杀，杀人于无形，不见半点刀光，不沾半点血腥，甚至不留一丝内力波动，这才是杀手的最高境界。冷月看着角落里那个依旧在瑟瑟发抖的我，眼神彻底变了，那不是害怕，那分明是发动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布局之后力量消耗过度的表现。好恐怖的男人！而我们的主角我此刻正缩在角落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妈呀，死神来了现实版啊！这跟我应该没关系吧？我就是洒了杯水而已啊！当我哆哆嗦嗦地回到幽冥阁的据点时，所有人都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铁臂熊王死了，死得离奇无比，整个过程被人传得神乎其神，一个刀枪不入的一流高手，被一杯茶水、一个火锅、一坛酒、一个香炉，最后被一根糖葫芦签子给终结了。这事儿听起来就像个笑话，但它就这么发生了。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眼前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连路都快走不稳的年轻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刺耳的声音打破了寂静，是那个刀疤男。他指着我，满脸的不幸和嫉妒。他一个连内力都没有的废物，怎么可能杀得了一流高手？他一定是作弊了，说不定是找了什么帮手，或者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毒药。刀疤男越说越激动，他无法接受自己眼里的废物居然完成了他想都不敢想的任务。我不服，阁里有规矩，若有质疑，可签生死状决斗。我要跟他决斗！刀疤男红着眼睛吼道。我一听决斗2个字，魂都快吓飞了。不，我慌乱的摆着手，想说我认输，我放弃。接着下意识的往后退，想离这个疯子远一点。结果脚后跟一软，又是一个踉跄。我这一退正好踢中了一颗脚边的石子，那颗小石子嗖的一声，以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弹了出去，石子精准的击中了屋檐下的一个东西。那是一个灰扑扑的比人头还大的蜂巢马蜂窝。下一秒，成百上千只黑压压的毒蜂从蜂巢里狂涌而出。刀疤男正昂着头指着我叫嚣，根本没注意到头顶的一点，那群被激怒的毒蜂铺天盖地的朝他涌了过去。什么东西？刀疤男感觉脸上痒痒的，下意识的一挥手，这一下彻底点燃了火药桶。凄厉的惨叫声响彻整个院子。刀疤男整个人被一团黑色的风云包裹，他疯狂地挥舞着手臂，却只招来了更猛烈的攻击。他引以为傲的3流武者内力，在这些无孔不入的毒蜂面前根本毫无用处。不到10个呼吸的功夫，刀疤男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浑身肿得跟个猪头一样，口吐白沫。他脸上脖子上所有裸露的皮肤都插满了毒蜂的尾针，眼看是活不成了。整个院子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傻眼了。他们愣愣地看着地上抽搐的刀疤男，又愣愣地看向那个只是后退了一步踢飞了一颗石子的我。
如果说杀死铁臂熊王还有可能是巧合是运气，那现在呢，只是后退一步，随脚踢出一颗石子就引动毒风，精准的废掉了一个挑衅者，这是什么手段？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响起，幽冥阁分舵的阁主，一个山羊胡老者从内堂走了出来，他刚才目睹了全过程，此刻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震撼和惊骇。以石为引借风杀人好一个杀人不见血的手段！阁主的声音都在颤抖，此子绝非池中之物，他不是杀手，他是天生的绝密武器。阁主当场宣布，顾长生天资卓绝，心智如妖，即日起破格晋升为金牌杀手，地位等同于分舵长老。全场哗然，从一个连代号都没有的新人，直接跳过青铜白银，晋升为金牌杀手，这在幽冥阁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我已经彻底麻了，呆呆地站在原地，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我就是狡猾了踢了个石子而已啊！你们这群人脑子里到底都在想些什么？来人！阁主看向一旁的冷月，脸上挤出一个笑容。从今天起，你便不用再管教新人了。冷月心里一沉，以为自己要被处罚，谁知阁主下一句话让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你就跟在长生身边，当他的贴身丫鬟，负责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吧。什么？让他一个幽冥阁的金牌教官去给一个新人当丫鬟？这简直是……冷月下意识的想拒绝，可当他对上阁主那不容置疑的眼神，以及看到周围人那羡慕嫉妒恨的目光时，他忽然明白了，这不是贬低，这是赏赐，是让他跟在一位未来的杀神身边，学习那至高无上的杀人之道。这是天大的机缘。冷月领命，他低下头，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我彻底傻了，啥玩意儿？让这个冰山女魔头给我当丫鬟？饶了我吧！他看我一眼，我腿都软，让他天天跟着我，我还能活吗？他刚想开口拒绝，阁主又笑眯眯地递过来一个银色的卷轴。长生啊，你刚晋升，正好有一个银牌顶级任务，棘手的很，组织里没人敢接，就交给你了。目标当朝吏部尚书，一品大员李宗明。我看着手里的银牌卷轴，又看了看旁边俏生生站着已经进入丫鬟角色的冷月，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当晚我被安排进了一间上好的厢房，冷月默默地跟在我身后，为我铺床叠被端茶倒水，真的像一个尽职尽责的丫鬟。我坐立不安，如芒在背。那个冷月姑娘，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来就行。我小声说道。冷月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帮我准备好了洗澡水，然后站在一旁等我宽衣。我脸都红了，活了20多年，哪被女孩子这么伺候过？更何况还是个随时能要我命的女杀手。我磨磨蹭蹭地脱下外衣，露出了瘦弱的肩膀。冷月站在她身后，准备帮我拿衣服，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我的后背，这一眼让她整个人如遭雷击，瞬间僵在了原地。她看到了什么？我的身上皮肤白皙，肌肉线条几乎没有，完全就是一个文弱书生的身体。最关键的是，她用自己金牌杀手的感知力，仔细地探查了一遍，一丝内力都没有。她体内空空如也，经脉闭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人。冷月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一个没有内力的普通人是如何杀死一流高手的？是如何借飞石毒风废掉一个三流武者的？这不合常理，这完全颠覆了他对武学的认知。难道一个荒谬而又恐怖的念头从他心底最深处冒了出来？传说中武道修炼到极致，可以打破一切桎梏，超凡入圣。当一个人的境界高到一定程度，他就不再需要依赖于内力这种低级的力量，他的一举一动都暗合天道，举手投足皆可引动天地之力。这种境界名为返璞归真。他不是没有内力，他是已经超越了内力的范畴，所以他才能用一杯茶水布下因果杀局，所以他才能用一颗石子引来杀身之祸。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冷月看着我那瘦弱的背影，眼神从震惊到骇然，最后变成了狂热的崇拜。他之前还觉得阁主让他当丫鬟是有些大材小用，现在他才明白，这是阁主能给他的最大的恩赐，能追随在这样一位返璞归真的至高存在身边，哪怕只是端茶倒水，都是三生有幸。冷月心中彻底沦陷，他恭恭敬敬地低下头，声音轻柔的能滴出水来。公子水温正好，请沐浴。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温柔吓了一个激灵，这女人又怎么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是被噩梦吓醒的，我梦见自己拿着钝刀去刺杀那个吏部尚书，结果被一群5大3粗的护卫按在地上摩擦，最后被那个尚书大人亲自下令凌迟处死。我满头大汗地坐起来，心脏砰砰直跳，刚一睁眼就看到一张冰冷的俏脸凑在自己面前，距离不到3寸，我吓得怪叫一声，整个人从床上弹了起来。你想干嘛？我指着冷月，声音都在发颤。冷月默默地收回目光，手里端着一个铜盆，盆里是冒着热气的水。公子该洗漱了。他的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但眼神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我这才反应过来，她现在是我的贴身丫鬟。我连滚带爬地从床上下来，抢过毛巾胡乱在脸上一抹，就算是洗漱了。冷月静静地看着我慌乱的动作，心里却在飞速脑补，公子果然心性不凡，昨夜连杀2人，今日一早却毫无疲态，甚至连一丝杀气都感觉不到。这种对自身气息的完美掌控，简直闻所未闻。他刚才的惊叫看似是受到了惊吓，实则是一种独特的炼气法门，通过瞬间的惊吓刺激来激发身体的潜能。好高深的修炼方式，我要是知道他心里的想法，估计得当场给他跪下。大姐，我就是单纯被你吓到了而已啊。公子，关于这次的任务，吏部尚书李宗明，您有什么计划吗？冷月一边帮我整理床铺，一边看似随意地问道。他想从我的只言片语中学到一丝半点的杀道精髓。计划？我唯一的计划就是怎么能拖到任务失败然后跑路。我心里疯狂吐槽，嘴上却不敢这么说。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在这群杀手面前，你越是解释，他们脑补的越厉害。最好的办法就是装深沉少说话。于是我学着电视里高人的样子，走到窗边，背着手，45度角仰望天空，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哎，
这一声叹息悠长而又深远，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绝望叹息。可在冷月听来，这声叹息却如同9天之上的神谕，蕴含着无穷的深意。阎王叹息，冷月心头巨震。幽冥阁内部有个传说，当一个杀手对目标起了必杀之心，并且已经洞悉了目标的死线时，便会发出一声叹息，那是为即将逝去的生命而叹，是宣判死亡的序曲。公子他已经看到那个吏部尚书的死期了，这才刚接到任务1夜啊。公子冷月的声音都有些发颤。那李宗明乃是朝廷一品大员，官邸守卫森严，据说府中还供奉着2位2流巅峰的武道高手，寻常刺客连墙都摸不进去。他这是在提醒我，目标很难对付。我听了这话，心里更凉了。好家伙，不但守卫森严，还有2个2流巅峰的高手，这还怎么玩？我愁得不行，下意识地抬起手揉了揉眉心。这个动作是我上辈子写论文写到头秃时养成的习惯。然而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落在冷月眼里却又变了味道。他揉眉心了。阁里的老人说过，只有在推演目标的无数种死法，从中找出最完美、最无懈可击的那一种时，才会因为心神消耗过大而感到疲惫。他看似在揉眉心，实际上他的脑海里恐怕已经上演了无数次刺杀的过程。那个李宗明在他眼中已经是个死人了。冷月看着我那瘦削的背影，眼神中的崇拜已经快要溢出来了。这就是神，行走在人间的杀神。我懂了。冷月深吸一口气，对着我的背影恭恭敬敬的一拜。公子无需费心，潜入探查这种粗活交给冷月即可，您只需安坐此地，静待天时运筹帷幄。说完，他不等我反应，身形一闪，便如鬼魅般消失在了房间里。你懂什么了？你就懂啊。我啥也没说啊。还有你别走啊，你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啊？我欲哭无泪，感觉自己跟这群人的脑回路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坐立不安的等了半天，冷月也没回来，肚子饿得咕咕叫，只好硬着头皮走出房门想找点吃的。结果一出门就看到院子里站满了人，都是分舵的杀手，一个个都用敬畏的眼神看着我。看到我出来，所有人齐刷刷的低下头，恭敬的喊道：“参见长生大人。”我吓得一个哆嗦，差点又腿软栽倒。大家好，我尴尬的挥了挥手。长生大人可是要用膳，属下已经备好了。一个机灵的杀手立马凑了上来，点头哈腰的说道：“长生大人，您有什么吩咐尽管开口，我等万死不辞。”是啊，能为长生大人效力，是我等的荣幸。一群昨天还对他不屑一顾的杀手，今天一个个跟舔狗一样。我被这阵仗搞得浑身不自在，胡乱吃了点东西，就逃也似的躲回了房间。我算是明白了，自己在这个鬼地方人设已经彻底立住了，一个深不可测、手段通神的杀神。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只能一条道走到黑。系统在不在？我在心里呼唤。宿主我在。我这个任务必须要在目标10里之内才能生效，对吧？是的，宿主，您必须在任务时限内进入以目标为中心半径10里的因果律生效范围。那我现在不去，任务是不是就算失败了？我心里升起一丝希望。任务失败，宿主将被抹杀。我心里的那点小火苗瞬间被浇灭了。也就是说，我非去不可。是的，宿主，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生无可恋。这叫什么绝对好运系统？这叫绝对催命系统，还差不多。就在我唉声叹气的时候，窗户一响，冷月回来了。他身上带着一丝淡淡的血腥味，但很快就消散了。公子探查清楚了。冷月单膝跪地开始汇报。李宗明的府邸确实是铁桶一块，我潜入外院杀了3个暗哨，才勉强探听到一些消息。我听得心惊肉跳。大姐，你这就去杀人了？李宗明为人极其谨慎，或者说是胆小如鼠，他吃穿用度都要经过10几道检查。府中常备3位名医，稍有不适就要会诊，而且他从不参加任何宴请，也从不外出，每日只在府中后花园活动。冷月说完，抬头看着我，等待着他的神谕。在他看来，这些情报就是公子布局所需要的棋子。我听完心里更绝望了。好家伙，一个死宅，还是个被害妄想症重度患者，这种人别说意外了，他估计连门都懒得出，怎么让他意外死？我知道了。我憋了半天，只能吐出这么4个字。冷月听到这4个字，眼神却瞬间亮了。我知道了，多么平淡又多么自信，仿佛在说一切尽在掌握。公子，我们何时动身？冷月问道。我看了一眼系统面板上的倒计时，还剩下不到40个时辰，再拖下去自己就得死。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上。明日，我故作深沉地说道。好。冷月重重点头，眼中战意盎然。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亲眼见证公子会用何等惊世骇俗的手段来抹杀掉这个缩在龟壳里的朝廷大员了。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被冷月从床上拖了起来。公子该出发了。我睡眼惺忪，一脸的生无可恋。我真的不想去啊！吏部尚书的府邸那是什么地方？京城的权力中心之一，守卫比皇宫都差不了多少。自己这么一个弱鸡跑过去，万一被当成刺客乱刀砍死，那可就太冤了。那个冷月啊，我们真的非去不可吗？我试图做最后的挣扎。你看那李宗明躲在府里不出来，我们去了也没用啊。冷月用一种看神明在考验凡人的眼神看着我。公子，您是在考验我吗？他深吸一口气，开始了自己的分析。公子，您一定早就看透了，刺杀之道分上中下3策，下策强攻硬闯，莽夫所为；中策下毒暗算，稍逊一筹。而公子您所行的是上之策，因果杀人，天道之法。这种杀人方式无需我们亲自动手，只需身处天时地利之中，便可引动杀机。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这女人比我还会说。她说的这个天时地利，不就是系统要求的10里范围吗？她怎么知道的？难道她也有系统？不对，我看着冷月那双闪烁着狂热光芒的眼睛，瞬间明白了，这姐们又他妈脑补上了。所以冷月继续说道。
道，我们不必潜入府邸，只需在尚书府周围静待天时即可。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那个最合适的地利之所。公子命我等今日出发，想必是已经通过某种我无法理解的推演，算出了今日便是天时发动之日。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还能说什么？总不能说我就是看着倒计时快到了，再不去就得死，所以才说今天出发的吧。我清了清嗓子，背过手，再次摆出高人姿态，你明白就好。是，冷月绝不负公子所托。冷月激动的一抱拳，于是我们两人就这么上路。幽冥阁分舵还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一辆不起眼的马车，我坐在马车里，感觉自己就像是去上刑场的囚犯，心里七上八下的。而冷月则是一脸肃穆的坐在我对面，闭着眼睛，像是在感悟什么天地之理。实际上他正在脑海里疯狂复盘我之前的2次出手。一杯茶，一颗石子，看似寻常之物，在公子手中却能化为夺命利器。这次的目标是李宗闵，一个躲在龟壳里的老狐狸。公子又会借用什么寻常之物来布局呢？是路边的一块砖，还是天上的一片云，又或者是风中的一粒沙？冷月越想越是心惊，越想越是崇拜。他觉得自己的武道认知在遇到我之后被彻底颠覆，然后又重塑了。马车很快就驶入了京城，不愧是天子脚下，繁华程度远非清河城可比。但我没心情看风景，现在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马车在距离吏部尚书府还有2条街的地方停了下来。公子不能再靠近了，前面是进街，有羽林卫巡逻。冷月说道。我掀开车帘，探头看了一眼，只见远处那座气派非凡的府邸，门口站着2排盔甲鲜明的士兵，府邸的高墙上还有弓箭手来回走动。这防御别说人了，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我们就在这附近找个地方待着。我小声问，我现在只想找个茶馆或者客栈躲起来，只要保证在10里范围之内就行。然而冷月却摇了摇头，不，他跳下马车，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四周。公子请随我来。说完他便带着我拐进了一条小巷，我不明所以，只能硬着头皮跟上。公子就是这里。冷月指着9楼的楼顶说道。上去干嘛？我一脸懵逼。这里是方圆数里内的最高点，视野最好。冷月解释道，站在这里可以将整个尚书府后花园的景象尽收眼底。李宗闵每日午后都会在后花园活动，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晰地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从而找到他的死线所在。我听得头皮发麻。大姐，你还真要观察啊？我们不是说好找个地方苟着就行了吗？可是我们怎么上去？我指了指光滑的墙壁，这9楼少说也有10几米高，我又不会轻功。冷月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只是走到我身前，微微蹲下身子，拍了拍自己那结实而又充满弹性的香肩，意思很明显，我背你上去。我脸一红，一个大男人让一个女孩子背，这像话吗？不，这怎么好意思？公子时机不等人。冷月的声音不容置疑，我没办法，只能磨磨蹭蹭地趴了上去。女孩子的身体很软，还带着一股淡淡的幽香，让我心里一阵异样。但我还没来得及多想，就感觉身体一轻，冷月背着我，脚在墙壁上轻轻一点，整个人就如同一片没有重量的叶子，悄无声息地飘上了3楼的屋顶。整个过程快如闪电，稳如泰山。我趴在屋顶上往下看了一眼，吓得腿都软了。好高。冷月却已经进入了状态，他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巧的千里镜递给我。公子请。我接过千里镜，手都是抖的。我学着冷月的样子，趴在屋脊后面，偷偷地朝尚书府的方向看去。透过千里镜，尚书府后花园的景象果然一清二楚，亭台楼阁，假山流水，布置得极为雅致。公子，您看到了什么？冷月在一旁小声问道，语气里充满了期待。他想知道，在我的法眼中，这片看似祥和的花园到底隐藏着多少杀机。我能看到什么？只看到一个穿着华贵官服的胖老头，正在一群丫鬟仆人的簇拥下，在花园里放风筝。没错，就是放风筝。那老头估计就是李宗闵了，他手里牵着一根线，仰着头，看着天上那只花花绿绿的纸鸢，笑得跟个200斤的孩子。我看到了他在放风筝，我老老实实的回答。冷月闻言眼神一凝，放风筝，好一个李宗闵，果然谨慎。放风筝看似是娱乐，实则是在空旷的后花园，远离任何可能藏匿刺客的假山和建筑，而且他身边围满了下人，形成了一道人墙。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从地面发起的攻击都不可能得手。公子，您觉得杀机何在？冷月压低声音问。杀机？我把整个花园都看了个遍，也没看出半点杀机。这里风和日丽，鸟语花香，除了那个放风筝的死胖子有点碍眼，一切都很和谐。这个风有点大，我憋了半天，只能说出这么一句废话。今天确实起了点风，吹得屋顶的瓦片都呼呼作响。然而就是这句废话，让冷月如遭雷击。风，对啊，风，他怎么没想到？李宗闵自以为在空旷地带就绝对安全，但他忽略了最大的变数天。风就是来自天的力量。公子果然已经洞悉了一切，他根本不屑于从地面这种低级的角度去布局，他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天，他要借着天地之风来行那神鬼莫测的抹杀之术。冷月明白了，冷月激动地说道：“公子是想借风力。”他话还没说完，突然2人都听到下面传来一阵骚动，站住什么人？快，那边有可疑人员，抓住他！我心里一惊，趴在屋顶往下看，只见9楼下面不知何时出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正被一队巡逻的羽林卫追捕。坏了，自己和冷月趴在屋顶上，不会被当成同伙吧？我吓得刚想缩回头，就感觉脚下一滑，屋顶的瓦片因为年久失修，本来就不牢固，我这一紧张，脚下一用力，直接踩碎了一片，哗啦，我整个人失去了平衡，从屋顶上滑了下去，凄厉的惨叫声划破了长空。公子！冷月惊呼一声，想也没想，身形一纵便跟着跳了下去，伸手想要抓住我，但我下坠的速度太快，他只来得及抓住他的衣角，刺啦，布料撕裂的声音响起，冷月手里只剩下了一块破布，而我则像个秤砣一样，直挺挺地朝着下面的小巷子砸了下去。完了，这下真的要摔成肉饼了。我闭上眼睛，心里一片绝望。我没想到自己没被杀手杀死，没被任务抹杀，最后居然是自己失足摔死，这死法也太憋屈了。砰！一声闷响，预想中的剧痛没有传来，反而感觉身下软软的。
还带着点弹性。我小心翼翼地睁开一只眼睛，只见自己正压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人穿着夜行衣，蒙着面，此刻正双眼翻白，口吐白沫，眼看是出气多进气少了。我没死。我愣了一下，赶紧从那人身上爬了起来，再一看，巷子里横七竖八的躺着好几个同样打扮的家伙，旁边还有一对羽林卫，正一脸懵逼地看着我。为首的羽林卫校尉看看地上的人肉垫子，又看看从天而降毫发无伤的我，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这壮士好身手。校尉憋了半天，才挤出这么一句话：他们刚才追捕这伙飞贼，结果这伙人身法滑溜，钻进巷子里就不见了。谁能想到，下一秒天上就掉下个神兵，一屁股就把飞贼头给坐晕了过去。这简直是天降正义啊！我也懵了，看看地上的倒霉蛋，又摸摸自己的胳膊腿，发现除了衣服破了点，连块皮都没擦破。我就是不小心脚滑了。我下意识地解释道：脚滑。校尉一脸我信你个鬼的表情。壮士不必谦虚，从3楼高的屋顶脚滑下来，还能精准地砸晕贼手，这等身手我等佩服。就在这时，冷月也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巷子里。他看了一眼地上的飞贼，又看了看安然无恙的我，冰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了然。原来如此，他心里再次掀起了波澜。公子根本不是狡猾，他是故意暴露自己，引来羽林卫。他早就料到这些飞贼会藏匿在此，所以借羽林卫之手，将他们一网打尽，以清除我们周围的闲杂人等，避免接下来的天时被凡人所扰动。至于他自己失足坠落，更是神来之笔，既能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制服贼手，又能完美的掩饰自己的真实实力，让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个巧合。高实在是高，冷月对我的崇拜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我要是知道他的想法，肯定会大喊冤枉，我是真的狡猾了。既然贼人已擒，我等就不打扰二位了。羽林卫校尉对着我和冷月一抱拳，便压着那几个半死不活的飞贼离开。他不敢多问，这两人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却能从天而降制敌一个神出鬼没，气息冰冷，一看就不是普通人，还是少惹为妙。等羽林卫走后，巷子里只剩下了我和冷月。公子地利已清，接下来便是静待天时了。冷月恭敬地说道。我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腿肚子还在打颤，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个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这里太危险了。公子说的是。冷月点点头，这里的地利已经用过，确实该换一处了。在他看来，我每一步都是深思熟虑的。这个9楼屋顶的作用，就是为了引出飞贼和羽林卫，现在目的达到，自然要转。于是冷月又带着我来到了尚书府斜对面的一家茶楼。这次我们没上房顶，而是在2楼找了个靠窗的位置。从这里虽然看不到后花园，但能清楚地看到尚书府的上空。我端着茶杯，手依旧在抖。刚才那一下真的把我吓坏了。系统，我刚才差点摔死，你那个好运系统就不能保我一下吗？我在心里抱怨道。宿主的好运主要作用于因果律任务目标以及附带的桃花运，对于宿主自身的安全只提供基础的霉运退散效果，例如避免平地摔和水呛到等小概率事件。刚才的情况属于宿主主动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超出了基础保护范围，但由于绝对好运的被动影响，最终化险为夷。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我自己作死，系统也就不了我。但因为运气好，总能找到倒霉蛋给我当垫背的。我再次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旁边的冷月听到这声叹息，身体瞬间绷紧了。又来了，阎王叹息。他立刻抬头，目光死死地盯住房外的天空。公子再次叹息，说明天时就要到了。此时尚书府的后花园里，吏部尚书李宗明正玩得不亦乐乎。再高点，再高点！他扯着手里的风筝线，兴奋地大喊：今天风大！他的那只大鹏展翅风筝飞得特别高，几乎快要看不见了。老爷，风太大了，要不咱们收了吧？旁边的管家不无担忧地说道。怕什么？李宗明不屑地哼了一声。这风筝线可是我花大价钱找西域商人买来的天蚕丝，掺了金刚砂和铁线，别说这点风，就是拴头牛都拽不断。他对自己这根宝贝风筝线充满了自信。就在他洋洋得意的时候，天空中风似乎更大了，一股不知从何而起的狂风猛地吹过，天上的那只大鹏风筝在狂风中剧烈的摇摆，就像是喝醉了酒一样。不好，老爷快松手！管家惊呼，那股力量太大了，拉得李宗明整个人都往前踉跄了好几步。李宗明也慌了，他想松手，可那根坚韧无比的风筝线因为绷得太紧，竟然死死地缠在了他的手腕上，怎么也甩不掉。快来人帮忙！李宗明惊恐地大叫，几个护卫赶紧冲上来，想要帮他拉住风筝线。然而就在此时，异变陡生，天空中一道闪电毫无征兆地划过，咔嚓一声巨响，那道闪电不偏不倚，正好劈在了高空中那只倒霉的风筝上。风筝瞬间被点燃，化为一团火球，而恐怖的电流则顺着那根掺了铁线的天蚕丝风筝线，以光速传导了下来。刺眼的电光瞬间包裹了李宗明以及他身边那几个正抓着风筝线的护卫，几个人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就浑身焦黑，冒着青烟，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一阵烤肉的焦糊味在后花园里弥漫开来。茶楼里，我和冷月都看到了那道划破天际的闪电。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青天白日的怎么还打雷了？而冷月在看到那道闪电劈中风筝的瞬间，整个人已经彻底石化了。他的脑海里只剩下2个字：引雷。他猛地转过头，用一种看神仙的眼神看着身边那个还在为手抖而发愁的男人。饮九天神雷，借天地之风。饮九天神雷以风筝为引，以丝线为媒，将朝廷一品大员在守卫森严的府邸之中化为焦炭。这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吗？这根本就不是武功，这是仙术，是神通。冷月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这一刻被彻底碾碎，然后又以一种更加匪夷所思的方式重组了起来。
起来。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而我终于把一杯茶喝完了，放下茶杯，看着窗外那具已经被烧成焦炭的尸体和那根断掉的风筝线，脑子里一片混乱。这也可以？这李宗明是被雷劈死了，这跟我应该也没关系吧？我就是在这里喝了杯茶而已啊。吏部尚书李宗明在自己家的后花园里被雷劈死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不到半个时辰就传遍了整个京城，一时间朝野震动，人心惶惶。有人说是李宗明坏事做尽，遭了天谴；有人说是政敌使用了什么邪门的方术，咒杀了他；更有人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当时亲眼看到有一条蛟龙在云层中翻滚，降下神雷，收走了这个贪官的性命。总之说什么的都有，但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件事和刺杀联系起来。开什么玩笑？谁家的刺客能操控雷电？当我和冷月回到幽冥阁在京城的秘密据点时，迎接我们的是比上一次更加夸张的场面。分舵主那个山羊胡老者亲自带着所有金牌杀手站在门口迎接，看到我从马车上下来，所有人包括那位分舵主在内，齐刷刷的单膝跪地，恭迎长生大人凯旋归来，声音整齐划一，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敬畏和狂热。我被这阵仗吓得腿一软，差点又跪下去，幸好旁边的冷月眼疾手快扶住了他。公子您辛苦了。冷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和崇拜。我现在已经麻木了，我还能说什么？我只能僵硬着脸点了点头，然后在一群人的簇拥下走进了据点。长生大人，真乃神人也。分舵主跟在我身边，马屁拍得震天响，饮九天神雷诛杀国贼，此等手段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属下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嘴角抽搐了一下。阁主已经传下命令。分舵主继续说道，长生大人此次立下不世之功，特晋升为天字第1号密探，地位等同于总阁长老，赏黄金1万两，美女10名，京城豪宅1座。另外阁主还说冷月在你身边伺候的不错，以后他就彻底归你了。我黄金1万两，美女10名，豪宅1座，这些他都没听进去，他只听到了最后一句话，这个女杀手以后彻底归我了。我偷偷看了一眼身旁的冷月，冷月低着头看不清表情，但那微微泛红的耳朵间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他心里想的是能永远追随在公子身边，见证这神迹一般的杀人之道，是我冷月此生最大的荣幸。而我想的是完了，这个移动冰山甩不掉了，我以后还怎么跑路啊？回到房间，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感觉心好累，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架在火上烤的鸭子，想下来都下不来了。公子您在想什么？冷月为他倒上一杯热茶，柔声问道。经过引雷事件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已经从单纯的敬畏升华到了一种近乎于信仰的狂热，在他眼里我已经不是人了，是神。我在想，我看着杯子里漂浮的茶叶，悠悠地说道，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我真的厌倦了这种每天提心吊胆被人当成神一样崇拜的日子，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咸鱼啊。然而这句话落在冷月耳中，又有了全新的解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公子这句话看似是在感慨，实则是在下一盘大棋。冷月心头巨震，一个大胆的猜测浮现在他脑海。公子连杀铁臂熊王和吏部尚书，一个是一方豪强，一个是朝廷大员，这两个人看似毫无关联，但背后似乎都隐隐指向了同一个人——当朝太子。铁臂熊王是太子在江湖上扶植的势力，而李宗明更是太子一党的骨干。公子接连除去太子的左膀右臂，他的目标难道是……冷月不敢再想下去了。他倒吸一口凉气，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惊骇。他不是在执行任务，他是在凭一己之力动摇国本。他要颠覆这个王朝，所以他才会问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因为他的目标是那95之尊的宝座，不达到这个目的，这一切就永远不会有尽头。想通了这一点，冷月看着我那张清秀而又写满沧桑的脸，心中只剩下无尽的敬畏。公子放心。冷月突然单膝跪地，眼神坚定地说道，无论前路多么艰险，冷月誓死追随公子，助公子完成大业。我有什么大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睡个安稳觉。这女人又脑补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我刚想开口问，房门就被人敲响了。长生大人，阁主有请。阁主？哪个阁主？分舵主吗？是总阁主。冷月替我回答道，总阁主云游至此，听闻您的事迹，特意要见您。我心里咯噔一下，连最大的 boss 都惊动了。这下完了。在冷月的护送下，我忐忑不安地来到了一间静室。一个身穿灰袍看起来像个普通老农的枯瘦老者正盘膝坐在蒲团上，他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我一进门就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这就是幽冥阁的总阁主，一个深不可测的老怪物。你就是顾长生？老者睁开眼睛，那双眼睛浑浊而又深邃，仿佛能看透人心。是，晚辈顾长生见过阁主。我硬着头皮行礼。阁主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静室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我感觉自己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这个老家伙肯定看穿我了，他肯定知道我是个水货了。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阁主终于开口了。不错，阁主的声音沙哑而又低沉，返璞归真，大道至简，好，很好。我一愣，啥玩意儿？返璞归真？又来？你们幽冥阁是不是有什么统一的话术培训啊？老夫修炼一生，自问已至宗师之境，却始终看不透你。阁主缓缓说道，你的身上没有一丝武者的气息，却能行神鬼莫测之事，这份境界老夫自愧不如。我求求你们了，别再脑补了好吗？幽冥阁能有你这样的奇才，是幽冥阁之幸。阁主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从今天起你的地位与我平齐，幽冥阁所有资源任你调动。我只有一个请求。我心里一紧，阁主请说。帮我杀一个人。阁主的眼中闪过一丝刻骨的仇恨，此人乃是我的师兄，也是如今的武林盟主剑圣叶孤城。武林盟主剑圣叶孤城。当这几个字从幽冥阁总阁主的嘴里说出来时，连一旁的冷月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那是什么人？那是站在整个江湖武林金字塔顶端的男人。30年前，叶孤城以一手天外飞仙剑法，连挑7大门派掌门一战成名，被誉为百年不遇的
见到奇才。20年前，他于华山之巅一剑击败当时的魔教教主，奠定了武林盟主的地位。10年前，他闭关修炼，据传已经突破了大宗师之境，达到了传说中的陆地神仙的门槛。杀他，这跟去捅破天有什么区别？阁主，这冷月下意识的想说这不可能，但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猛地看向我，对啊，别人不可能，但对公子来说，又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连9天神雷都能引来，杀一个区区武林盟主，又算得了什么？果然，我听到这个任务后，脸上没有丝毫的波澜，只是静静的站着，仿佛在思考。实际上，我的大脑已经宕机了。剑圣武林盟主，陆地神仙，这游戏的难度是不是提升的太快了点？前2关还是新手村的小 boss， 这一关直接就跳到最终大魔王了，这还怎么玩？系统这任务能拒接吗？我在心里疯狂呐喊。此为幽冥阁总阁主发布的 S 级委托，并非系统任务，宿主可选择拒绝。真的，我心里一喜，但拒绝后宿主在幽冥阁内的杀神人设将有崩塌风险，总阁主对您的信任度将大幅降低。我脸一黑，这不还是逼着我接吗？我要是敢说个不字，估计这个老怪物当场就得翻脸，把我切片研究了。我知道这个任务很难。总阁主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一丝疲惫。叶孤城他已经不是人了，他的剑快到极致，甚至能斩断因果。斩断因果，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曾经派了3位天字号的顶尖杀手去刺杀他，结果他们都在出手的瞬间被一剑封喉，甚至叶孤城都未曾离开过他的房间。他的剑意已经能覆盖方圆百里，任何对他抱有杀意的人，一旦进入这个范围，就会被他的剑意所感知，然后被无形之剑斩杀。阁主说完，静静地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在他看来，叶孤城的剑意领域是一种另类的因果律武器，而我的天道抹杀是另一种更高层次的因果律武器，用因果来对抗因果，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能杀死叶孤城的方法。我听完阁主的描述，人都麻了。好家伙，方圆百里自动锁敌秒杀，这比我的系统还牛啊！我的系统好歹还要我自己跑到10里范围内呢，这任务接了就是死啊！哎，我再次使出了他的被动技能绝望叹息，揉了揉眉心，感觉头疼欲裂。这个动作在总阁主和冷月看来，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象。他叹息了，他揉眉心了，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激动。这是公子在推演，他在推演如何破解叶孤城的剑意领域，斩断因果有意思。我为了拖延时间，只能硬着头皮，故作深沉地念叨了一句。这句话更是让总阁主心头狂震。有意思，面对能斩断因果的剑圣，他居然只用了有意思3个字来评价，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魄力！好，总阁主激动地一拍手，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这个任务没有实现，你需要什么？幽冥阁倾尽所有，都会为你办到。我只求能在我死之前看到叶孤城的人头。说完，总阁主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转身离开了静室。他要去为我调动整个幽冥阁的力量。静室里只剩下我和冷月。公子，冷月的声音带着一丝颤音，您真的有办法对付剑圣？我能有什么办法？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跑路，但我不能这么说。山人自有妙计，我只能继续硬着头皮装下去。冷月闻言，眼神中的崇拜更盛了。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喧闹。顾长生呢？让他给我滚出来！一个嚣张跋扈的声音响起。我一愣，谁啊这么勇，敢在幽冥阁的地盘上直呼我的大名？我跟冷月走出静室，只见院子里站着一个手持长枪、面容桀骜的年轻男子，男子身边还跟着几个同样气息强大的杀手。赵无极，你来这里做什么？冷月看到来人，眉头一皱。赵无极，幽冥阁另一位天字号杀手，以一手霸道的枪法闻名，性格狂傲，向来目中无人。他也是幽冥阁年轻一辈中除了冷月之外最顶尖的存在。我做什么？赵无极冷笑一声，长枪一指我来找他。我听说阁里出了个什么杀神，连升3级，地位比我们这些老人都高了，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3头6臂的人物。赵无极的目光落在我身上，充满了不屑和挑衅。就这么一个连内力都没有的废物，你们管他叫杀神，还把冷月你赏给他当丫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早就爱慕冷月，视其为自己未来的伴侣，如今自己心目中的女神竟然被赏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废物，这让他如何能忍？赵无极羞得对长生大人无礼。冷月往前一步挡在我身前，脸色冰冷。长生大人！赵无极笑得更张狂了。冷月，你是不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就凭他，我要向他挑战，不是签生死状，那太便宜他了。赵无极用枪尖指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来比一场，就比谁能先完成下一个任务。阁里不是刚发了一个金牌任务吗？刺杀叛逃的千面鬼影，我们就比谁能先提着千面鬼影的人头回来。如果我赢了，他从哪来滚回哪去。冷月，你以后就跟着我。如果他赢了，赵无极不屑地笑了笑，他不可能赢。此言一出，周围看热闹的杀手都议论纷纷，这显然是一场针对我的阳谋。千面鬼影是幽冥阁的前金牌杀手，精通易容和暗杀，狡猾无比。叛逃之后，阁里派了好几拨人去追杀，都被他反杀了。赵无极是枪法大家大开大合，正好克制这种刺客型的敌人。而我呢，一个只会借用天地之力的神棍，在这种追捕刺客的任务中能有什么用？所有人都觉得我输定了，我心里也叫苦不迭。又来，怎么总有人喜欢跟我比这个比那个？我就想安安静静的当个废物，怎么就这么难？怎么不敢啊？赵无极见我不说话，嘲讽道：废物就是废物，连比试的胆子都没有吗？我还没开口，身前的冷月却突然笑了，那是一种冰冷而又怜悯的笑。他回头看了一眼我，见他依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生无可恋的表情，心里顿时有了底。他转过头看着赵无极，就像在看一个死人。好，这个比试我们接了，不过赌注要改一改。冷月的声音冷得像冰。如果公子赢了，我不要你做什么，我只要你自断一臂，然后滚出幽冥阁，永不踏入京城半步。冷月此言一出，全场哗然。自断一臂滚出幽冥阁，这个赌注不可谓不狠。赵无极也是一愣，他没想到一向冷若冰霜的冷月，为了维护这个废物，竟然会说出这么狠的话，这让他心中的妒火烧得更旺。好，一言为定。赵无极红着眼睛吼道：我倒要看看，等这个废物输了，你还怎么护着他？说完，他不再多言，
长枪一阵，转身便带着他的人化作一道疾风，消失在了据点门口。他要用最快的速度去猎杀千面鬼影，然后回来狠狠地打我和冷月的脸。院子里恢复了安静，周围的杀手们看着我眼神对，有同情有幸灾乐祸，但更多的是好奇。他们也想知道这位传说中的杀神在面对这种硬碰硬的实力比拼时，到底会如何应对。公子，我们冷月转过身，想问我接下来的计划。吃饭。我有气无力地吐出2个字，我心好累，感觉脑细胞都死光了。先是被剑圣的任务吓个半死，又被一个愣头青跳脸挑衅，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先填饱肚子再说啊！冷月愣了一下，吃饭？在这种时候，公子果然是公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面对赵无极的挑衅，他竟然连眉毛都没动一下，心里想的还是吃饭。这份从容，这份淡定，天下几人能有？是冷月，这就去为您准备。冷月恭敬地应道，在他看来，我这绝对不是不重视，而是在说，区赵无极不配让我费心。饭桌上我化悲愤为10余，一个人干掉了3大碗米饭5盘菜。冷月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时不时为我添饭加菜。他心里想的是，公子看似在吃饭，实则是在补充之前推演剑圣破解之法时所消耗的精神。没错，一定是这样。我吃饱喝足，打了个饱嗝，感觉活过来了。那个千面鬼影的情报拿来看看吧。我擦了擦嘴说道，不管怎么说，任务还是得应付一下，毕竟自己的小命还和这个绝对好运系统绑在一起，只要在目标10里范围内，就有机会触发意外。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找到那个倒霉的千面鬼影。是公子。冷月很快就取来了卷轴，我打开一看，上面是千面鬼影的详细资料。此人本名不详，35岁，原是幽冥阁白银杀手，因为私吞任务酬金而叛逃，擅长易容术，能模仿任何人的声音和体态，江湖人称千面鬼影。他修为不高，只有2流中期的水准，但极其擅长隐匿下毒和设置陷阱。最近一次出现是在城西的乱石坡。乱石坡，我看着这个地名皱了皱眉，那地方他听说过，是京城外的一片废弃采石场，地形复杂，到处都是巨石和深坑，确实是个藏身的好地方。公子，赵无极已经带人过去。冷月在一旁提醒道，他那个人虽然狂傲，但实力不俗，一手追魂枪凌厉霸道，千面鬼影如果被他找到，恐怕撑不过10个回合。我的心沉了下去，这可咋办？跟人家比速度，自己这2条腿跑得再快也追不上马。等自己晃晃悠悠地走到乱世，估计黄花菜都凉了。不急，我放下卷轴，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我只能继续装了，反正现在急也没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冷月看到我这副淡定的样子，心里更加安定了。公子一定是有什么我们无法理解的后手，他根本不屑于和赵无极去争抢时间，或许他根本就没打算去乱石坡。一个念头在冷月脑海中闪。公子，他试探性地问道，我们现在也去乱手坡吗？我想了想，去肯定是要去的，不然超出了10里范围，系统就不生效，但是不能表现得太激气，不然不符合自己高人的人设。于是我缓缓放下茶杯，看着窗外悠悠地说道，让他先去探探路也好。一句话风轻云淡，却让冷月再次心头巨震。让他先去探探路，好大的口气，这是把天字号杀手赵无极当成探路的炮灰了。公子，您的意思是？冷月的声音都有些颤抖。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把从电视剧里学来的词又用了出来。冷月倒吸一口凉气，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他全明白了，公子他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一切，他故意激怒赵无极，让他接下这个配饰，让他心急火燎的去追杀千面鬼影。而赵无极为了抢占先机，必然会用尽全力将隐藏的千面鬼影逼出来。到时候2人一场大战，无论谁胜谁负，必然2败俱伤。而公子只需在最后时刻以逸待劳，坐收渔翁之利，一石二鸟，不，甚至是一弹3鸟，既能轻松完成任务，又能借千面鬼影之手废掉赵无极这个竞争对手，还能在所有人面前再次展现自己神鬼莫测的算计。高，实在是高啊！冷月看着我的侧脸，眼神中的崇拜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公子，您又算到了。我回头看了他一眼，一脸莫名其妙。我算到什么了？我就是单纯的不想动，想磨蹭一会儿而已啊。但看着冷月那闪闪发光的眼，我知道自己再解释也没用，只能深沉地点了点头。一个字却胜过千言万语。冷月激动地握紧了拳头，能亲身参与到如此精妙绝伦的布局之中，见证公子如何玩弄人心，将2大高手玩弄于股掌之上，这种机会千载难逢。那我们何时出发？冷月压抑着激动问道。等太阳下山吧。我随口说道。我想着晚上去目标小一点安全，可在冷月听来，这又是另一层深意。太阳下山，黄昏之时，阴阳交替，是杀机最盛的时刻。公子选择这个时间动手，必然是有他的道理。于是我们2人就在据点里，一个真的在发呆摸鱼，一个脑子里疯狂上瘾读心计。直到黄昏时，2人才不紧不慢地坐上马车，朝着城西的乱石坡驶去。而此时的乱石坡，赵无极已经带着人将整个采石场翻了个底朝天。这个千面鬼影属泥鳅的吗？这么能钻？赵无极一枪将一块半人高的巨石砸得粉碎，骂骂咧咧地说道：“他们找了整整1个下午，连千面鬼影的毛都没看到一根。老大，天快黑了，这地方晚上很危险，到处都是深坑和陷阱。”一个手下提醒：“怕什么？”赵无极冷哼一声：“今天就算是把这乱石坡给拆了，我也要把他揪出来，我绝不能输给那个废物。”就在他发狠的时候，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一块石头后面，一双怨毒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千面鬼影就在这里。他看着气急败坏的赵无极，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想找我，那就下来陪我吧。他悄悄地从怀里摸出了几枚黑色的钉子，那是他特制的穿心钉，上面淬了见血封喉的巨毒。乱石坡的地形极其复杂，巨石林立，沟壑纵横，像一个天然的迷宫。赵无极带着手下已经在这里搜寻了数个时辰，却连千面鬼影的影子都没找，这让他本就暴躁的性子变得更加不耐烦。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他肯定就在这附近。赵无极怒吼着，声音在空旷的采石场里回荡。他无法容忍自己输给我那个废物，更无法容忍冷月为了那个废物而与自己对立。这份屈辱和愤怒让他迫切的需要一个宣泄口，而千面鬼影就是最好的目标。老大，看那边！一个眼尖的手下突然指着不远处一个巨大的废弃矿坑说道：“那里有新的脚印。”赵无极精神一振，立刻带人冲了过去。矿坑边缘果然有几个模糊的脚印，一直延伸到漆黑的坑洞深处。果然是属老鼠的，只会躲在这些阴沟里。赵无极不屑地冷笑一声，在下面等我下去把他拎上来。说完，他提着长枪便要纵身跳下矿坑。老大小心有诈！手下急忙提醒。一个只会躲躲藏藏的二流货色，能有什么诈？赵无极满不在乎地说道。他对自己大宗师级别的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在他看来，任何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笑话。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头顶上方100米处的一块巨石缝，千面鬼影正像一只毒蛇般潜伏，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机。千面鬼影看着下方的赵无极，嘴角勾起一抹淫笑。蠢货，真以为我躲在坑内那几个脚印是他故意留下的诱饵？他真正的杀招在上面。他算准了赵无极这种狂傲自大的人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而他就在赵无极跃起在半空，就力已尽，心力未生的一瞬间，从上方发动雷霆一击。他手里紧紧攥着3枚淬了剧毒的穿心钉，这是他的看家法宝，3米之内连宗师高手的护体真气都能穿透。他屏住呼吸，等待着最佳的时机来了。赵无极动，只见他双腿一蹬，整个人如同一只大鸟，朝着漆黑的矿坑跃去。就是现在！千面鬼影眼中杀机爆射，手腕一抖，3枚穿心钉化作3道黑线，带着尖锐的破空声，成品自行射向半空中的赵无极。这个时机，这个角度堪称完美。赵无极人在半空，根本无处借力，避无可。千面鬼影仿佛已经看到了赵无极身中巨毒从半空中坠落的凄惨力量。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异变陡生。此时我的马车刚刚抵达乱石坡的外围。公子，我们到了。冷月的声音从车外传来。我打了个哈欠，掀开车帘，探出头来，到了。这地方看起来阴森森的。我看着外面奇形怪状的石头，心里有点发毛。从怀里掏出一个水囊，准备喝口水压压惊。结果马车正好压到一块石头，颠簸了一下，我手一抖，水囊没拿稳，啪嗒一声掉在了车厢的地板上。水囊的木塞被颠开了，里面的水洒了出来，流到了我的脚边。哎，真是倒霉！我叹了口气，弯下腰去捡水囊，刚一弯腰，脑袋就磕在了车厢的木板上，咚一声闷响，好痛！我吃痛下意识的猛一抬头，结果脑袋又咚的一声，重重的撞在了车厢顶部的横梁上。这一下撞得他眼冒金星，整个人都懵了，感觉自己就像个不倒翁，被颠来倒去，完全失去了平衡。慌乱之中，我的脚在车厢里胡乱的踢了一脚，这一脚正好踢在了车厢角落里放着的一坨备用木柴。那捆木柴本来就没囤紧，被我这么一踢，其中一根最粗的顺着车厢的缝隙，嗖的一声飞了出去。这根木柴在空中划过一道诡异的抛物线，飞跃了近100米的距离，不偏不倚，正好朝着千面鬼影藏身的那块巨石飞去。千面鬼影此刻所有的心神都集中在即将得手的赵无极身上，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飞来的一根木柴。木柴重重的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千面鬼影只觉得后脑一冷，眼前一黑，整个人瞬间失去了意识。他身体一凛，从巨石后面栽了出来，而他刚刚射出的那3枚穿心钉，因为他身体的突然失衡，准头出现了致命的偏差。原本射向赵无极胸腹要害的3枚毒钉，擦着他的衣角飞了过去，一枚都没打中。半空中的赵无极瞬间感觉到了头顶传来的劲风，他猛地抬头，正好看到千面鬼影从巨石上栽下来的身影。找死！赵无极瞬间明白了怎么回事，怒吼一声，脚在矿坑的岩壁上猛地一蹬，身体在半空中硬生生拔高了数米，长枪化作一道黑龙直刺而出，长枪精准地贯穿了千面鬼影的胸膛。千面鬼影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当场毙命，身体被长枪钉在了岩壁上。赵无极稳稳地落在地上，看着枪尖上死不瞑目的千面鬼影，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他刚才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如果不是头顶那个蠢货自己失足掉下来，导致暗器射偏，自己现在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了。运气！赵无极摇了摇头，他不信运气，一定是这个千面鬼影学艺不精，在最关键的时候出了岔子。哼，废物就是废物。他拔出长枪，将千面鬼影的尸体挑了上来，割下头颅装进袋子。我们走，回去让那个姓顾的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强者。赵无极意气风发地说道。而此时马车里，我正捂着脑袋上2个大包，疼得龇牙咧嘴。我今天是不是出门没看黄历啊？怎么这么倒霉？冷月看着他狼狈的样子，又看了看远处那具被挑出来的尸体，冰冷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深深的震撼与了然。公子明明又算到了，他声音颤抖地问道。我又算到什么了？我只算到我今天头要被撞。马车里，我捂着脑袋上2个新鲜出炉的大包，疼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今天出门是不是踩到狗屎了？怎么这么倒霉？我小声地嘀咕着，感觉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出悲剧。冷月坐在我对面，看着我那副龇牙咧嘴的狼狈模样，又联想到刚才远处那具被长枪挑飞的尸体，他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表情是前所未有的复杂。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睡着了，才用一种极其古怪、带着颤抖和敬畏的语气，轻声问道：“公子，您又算到了？”我正疼得难受，听到这话，一肚子的火气差点没憋住。又算到了？我又算到什么了？我只算到我今天脑袋要被撞破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算到了？我抬起头刚想发火，就对上了冷月那双亮的吓人的眼睛，那眼神里
里没有丝毫的嘲笑和怀疑，只有一种近乎于朝圣般的狂热和崇拜。我瞬间就把火气给憋了回去。我明白了，跟这女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她的脑回路跟正常人不一样。我现在要是说自己就是单纯的倒霉，撞了2次头，还踢飞了1根木柴，她肯定会脑补出更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什么公子以头撞梁，是为引动气血，激发潜能，又或者那一脚看似随意，实则蕴含了某种天地之理，能于100米之外精准所敌。算了，心好累，毁灭吧。我放弃了挣扎，我捂着脑袋，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然后把头靠在车厢上，闭上眼睛装死。这个嗯字在冷月听来，却不亚于一声天雷。果然，一切又在公子的算计之中。冷月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试图复盘这神乎其技的布局。赵无极心高气傲，一定会选择强攻，将整个乱世坡闹得鸡犬不宁。这样一来，千面鬼影的藏身之处就会被大大压缩，而千面鬼影狡猾多端，绝不会坐以待毙，他必然会设下陷阱，反杀赵无极。公子算准了这一点，所以他根本不急着出手，他甚至连马车都未曾下去，只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用一种我们凡人无法理解的方式，不经意地踢出了1根木柴。那根木柴看似普通，却在最完美的时机，从最刁钻的角度击中了千面鬼影的后脑。这需要何等恐怖的计算力！他要算出风速，算出马车的颠簸，算出木柴的重量和形状，甚至要算出千面鬼影当时的心态和位置。这一击没有杀死千面鬼影，却让他瞬间失神，导致他的致命暗器射偏，而赵无极就成了那把借来的刀，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替公子完成了最后的绝杀。施了符衣曲，深藏功与名，从头到尾，公子只是坐在马车里撞了2次头，踢了1脚就将一个天字号杀手和一个狡猾的叛徒玩弄于股掌之上。这已经不是计谋了，这是道，是因果。公子拨动了因果的线，让所有事情都按照他写好的剧本上演。冷月越想越是心惊，越想越是觉得我那瘦弱的背影变得如同神明一般高大。他看着我那张因为疼痛而略显扭曲的脸，又开始了自己的脑补。公子他一定消耗了巨大的心神吧？这种逆天改命的推演，怎么可能没有代价？他现在的痛苦，一定是在承受那种因果的反噬，可他却一声不吭，默默承受着一切。想到这里，冷月心中一痛，眼神里充满了怜惜和疼爱。他悄悄地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瓷瓶，倒出一枚清香四溢的药丸，轻手轻脚地递到我嘴边。公子，这是凝神丹，可以缓解心神损耗带来的头痛。我正疼得迷迷糊糊，感觉有个软软的东西递到嘴边，还挺香，就下意识地张嘴吃了下去。丹药入口即化，一股清凉的感觉瞬间涌上大脑，脑袋上的疼痛感竟然真的减轻了不少。还挺好用。我心里嘀咕了一句，我哪里知道这凝神丹是幽冥阁的秘药，珍贵无比，就算是金牌杀手1年也只能领到3枚。冷月自己都舍不得用，现在却毫不犹豫地给了我。马车缓缓驶回了幽冥阁的据点。当我们抵达时，赵无极已经回来了，他正站在院子中央，手里提着一个血淋淋的布袋，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和张狂。他身边围着一群杀手，都在对他表示祝贺。赵老大牛逼啊！这么快就把千面鬼影给解决了！那可不，赵老大的追魂枪谁能挡得住？这下那个姓顾的该死心了，还想跟赵老大比，他配吗？赵无极听着周围的吹捧，心里舒爽到了极点。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赵无极才是幽冥阁年轻1辈的最强者。那个姓顾的不过是个靠运气的跳梁小丑。就在这时，我的马车停在了门口，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集中了过去。赵无极脸上的笑容更加残忍了，他提着人头，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姓顾的，滚出来！我在冷月的搀扶下，捂着脑袋，慢吞吞地走下马车。我现在头还有点晕，走路都走不稳。这副虚弱的样子，在赵无极看来就是心虚的表现。怎么输了？没脸见人了？赵无极将手里的布袋扔在地上，一颗死不瞑目的人头滚了出来，正是千面鬼影。按照赌约，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幽冥阁！还有你，冷月！赵无极的目光转向冷月，充满了占有欲。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人了。冷月看都没看他一眼，只是专心致志地扶着我，生怕我摔倒。这种被无视的感觉，让赵无极的怒火噌的一下就上来了。你聋了吗？赵无极，冷月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比院子里的风还要冷。谁告诉你我们输了？赵无极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人头就在这里，难道你们还想抵赖不成？你以为阁里的长老们都是瞎子吗？人确实是你杀的，冷月淡淡的说道，但功劳却是公子的。你放屁！赵无极彻底怒了，他从头到尾连面都没露，凭什么功劳是他的？就凭他会装神弄鬼吗？就凭这个？冷月指了指千面鬼影的尸体，一个被赵无极的手下抬了过来。你看清楚，他身上除了你那一枪的致命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伤痕？赵无极皱了皱眉，他不明白冷月想干什么，但还是蹲下身子检查起来。他身后的几个手下也凑了过去，没有啊，身上很干净。等一下，他后脑勺这里好像有点不对劲。一个心细的手下突然喊道，他拨开千面鬼影后脑勺上粘着血的头发，一个紫黑色的鸡蛋大小的肿块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那伤口皮开肉绽，甚至能看到里面碎裂的头骨。这是赵无极瞳孔一缩，这绝对不是枪伤，倒像是被什么钝器重重的砸了一下。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杀手走了上来，仔细检查了一下伤口，又按了按千面鬼影的头骨，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凝重。致命伤在这里。老杀手声音沙哑地说道。什么？赵无极愣住了，不可能，他是我一枪捅死的，我亲手杀的。你那一枪确实能杀死他。老杀手摇了摇头，指着那个肿块，但是在他被你刺中之前，他的颅骨就已经被这一击给震碎了，就算没有你那一枪，他也活不过1炷香的时间。
换句话说，老杀手深吸一口气，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我。在你动手之前，千面鬼影已经是个死人了。全场瞬间死寂，所有人都傻了。赵无极更是如遭雷击，整个人僵在原地，脑子里嗡嗡作响。怎么会这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老杀手又指了指尸体旁边散落的3枚毒钉，这是千面鬼影的穿心钉。我检查过了，上面淬了剧毒。如果我没猜错，在你动手的时候，他正准备用这个偷袭你，但是就在他出手的一瞬间，他的后脑遭到了重击，导致他瞬间失神，所以这3枚毒钉才会射偏。否则老杀手没有再说下去，但所有人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否则现在躺在这里的可能就是赵无极的尸体了。赵无极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毫无血色。他回想起当时那惊险的一幕，后背瞬间就被冷汗浸湿了。原来我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是有人救了我。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的再次集中到了那个捂着脑袋、一脸虚弱的我身上。一个恐怖的念头在所有人心中升起，难道那根木柴赵无极的一个手下突然想起了什么？声音颤抖的说道：“我们赶到的时候，在千面鬼影的尸体旁边发现了一根很普通的木柴。木柴？是的，就是马车上用的那种。”嘶！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在院子里此起彼伏。真相只有一个，顾长生坐在颠簸的马车里，从100米之外扔出了一根普通的木柴。这根木柴精准地预判了千面鬼影的偷袭时机，后发先至，一击砸碎了他的头骨，不仅救了赵无极的命，还顺手完成了任务。而赵无极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个被利用的负责补刀的工具人而已。想通了这一切，所有人看着我的眼神彻底变了，那不是敬畏，那是恐惧，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赵无极失魂落魄地后退着，不停地摇头，这一定是巧合，是运气，怎么可能有人能做到这种事？废物，你管这叫运气？冷月冰冷的声音像一把刀子插进了他的心脏。他走到赵无极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怜悯。现在你还觉得公子是在跟你比试吗？不，你错了，从一开始你就只是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而已。现在履行你的赌约吧。扑通一声，赵无极双膝一软，跪倒在地。他的骄傲，他的自信，在这一刻被击得粉碎。他终于明白，自己和我之间的差距不是实力，而是维度。人家在第5层，而他还在第1层沾沾自喜。顾长生，我输了。赵无极惨笑一声，举起右手内力运转，咔嚓一声骨裂的脆响，他的整条右臂软软的垂了下去。他废掉了自己最引以为傲的用来使枪的右臂，剧烈的疼痛让他脸色煞白，但他却咬着牙一声不吭。他站起身，最后深深的看了一眼那个从头到尾都没正眼看过他一眼的男人，拖着一条废掉的手臂，踉踉跄跄的走出了幽冥阁的大门。从此江湖上少了一个天才枪客赵无极，而幽冥阁内关于杀神顾长生的传说则变得更加神乎其神。我看着这一切，捂着脑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妈呀，这碰瓷儿的也太狠了吧！不就是赢了个比试吗？至于把手都给打断吗？还有，我什么时候扔木柴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赵无极自断一臂，黯然离场。这场闹剧般的比试以一种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方式落下了帷幕。院子里，幽冥阁的杀手们看着我，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如果说之前他们对我的杀神之名还抱有一丝怀疑，觉得我可能是运气好，或者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手段，那么现在所有的怀疑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敬畏和恐惧。那不是人能做到的事情。坐在马车里，随手扔出一根木柴，就能在100米之外精准的预判并击杀一个狡猾的杀手，顺便还救下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什么概念？这是神仙手段。他们甚至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下来过马车，从头到尾我只是坐在车里，动了动念头，千面鬼影就死了，赵无极就废了。越想越觉得可怕，都看我干什么？该干嘛干嘛去！我被这帮人看得浑身发毛，小声的嘟囔了一句：“我现在头还疼着呢，只想赶紧回去躺着。”是长生大人。众人如梦初醒，齐刷刷的躬身行礼，然后用最快的速度作鸟兽散，生怕自己在这里多待1秒就会被这位喜怒无常的杀神大人给意外弄死。我在冷月的搀扶下，一瘸一拐的往自己的房间走。我感觉自己不是杀神，是衰神附体，出个门都能撞2次头，这运气也是没水了。刚回到房间，屁股还没坐热，幽冥阁总阁主那个看起来像个老农的枯瘦老者，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房间里。不错不错，总阁主一开口就是一连串的称赞。他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欣赏和一丝忌惮，刚才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连他这个大宗师级别的强者都无法完全看透我的手段。那种感觉就像是凡人仰望星空，只能看到星辰的光辉，却无法理解其运转的规律。你又一次让老夫大开眼界。总阁主感慨道：“一朝无极为饵，以千面鬼影为刀，一石二鸟，兵不血刃。这份算计，这份心智，老夫自愧不如。”我嘴角抽了抽，我求求您了，别再脑补了好吗？我真的就是倒霉，撞到头了而已啊！我张了张嘴想解释，但看到总阁主那副我都懂，你不用说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算了，解释不清了，阁主过奖了，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手段而已。我只能硬着头皮顺着他的话说下去。小手段？总阁主闻言哈哈大笑起来，好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手段，这份气魄天下无双。在他看来，我这已经不是谦虚了，这是凡尔赛。好了，闲话少说。总阁主笑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关于叶孤城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可有计划？又来了。
我感觉自己的头又开始疼了。那个能斩断因果的剑圣，那个方圆百里自动锁敌的变态，谁爱杀谁杀去，反正我是不想去送死。可是这话我能说吗？我现在已经被架到这个位置上了，我要是敢说个不字，或者说我没办法，那我杀神的人设立马就得崩塌。到时候这个看起来和蔼可亲的总阁主会不会当场翻脸，把自己切片研究，那可就不好说了。必须得想个办法拖延一下，拖到天荒地老，拖到这个老家伙老死，那这个任务不就自动取消了吗？对，就这么干。我心里瞬间有了主意，我学着电视剧里那些高人的样子，沉默不语，只是走到桌边，拿起一支毛笔，在纸上缓缓地写了起来。总阁主和冷月都好奇地凑了过去，想看看这位杀神大人又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计划。只见我的笔尖在纸上龙飞凤舞，很快一张清单就列了出来。总阁主定睛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上面写着京城全境最详细的下水道舆图，要精确到每一条支路、每一个出口。2. 全城所有知名酒楼饭馆的菜单以及他们后厨的采买清单，持续3个月的。3. 找3个全京城最漂亮、最会弹曲儿的姑娘，每天到我房里来，给我弹小曲儿解闷。4. 给我准备一间密室，除了我之外，任何人不得入内，里面要摆满各种各种美食菜谱。5. 清单还在继续，总阁主越看眉头皱得越紧，冷月也是一脸的迷惑。这是什么？这就是公子想出来的对付剑圣的计划，要下水道地图。这是准备从地底下挖过去吗？可剑圣的剑意领域是全方位覆盖的，躲到地底下也没用啊。药酒楼的菜单和采买清单，难道是想从饮食下手？可剑圣那种人物早已不食人间烟火，想下毒比登天还难。找美女弹琴，研究菜谱，这怎么看都像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在提荒唐要求。难道是我们看错他了？他其实真的只是个运气好的草包。一个念头在总阁主和冷月的心中同时升起。总阁主身后的几个长老脸色已经有些难看了。阁主，这也太荒唐了。一个脾气火爆的长老忍不住开口了。是啊，阁主，下水道地图和酒楼菜单也就罢了，还要美女相伴，这成何体统？我看他就是想借着任务的名义中饱私囊，贪图享乐。依我看，就不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一个新人，还是让我们天字号的老人去吧。几个长老你一言我一语，对我的质疑声越来越大，我心里慌的一批，但脸上依旧稳如老狗。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们觉得我胡闹就对了，赶紧把我这个任务撤了，让我滚蛋吧！我谢谢你们全家。我心里美滋滋的想着，甚至准备再提几个更过分的要求，比如要1万两黄金当零花钱之类的。然而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总阁主却突然抬起了手，制止了所有人的议论。他死死地盯着那张清单，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骇人的金光，他的呼吸甚至都变得有些急促。我明白了，总阁主突然开口，声音都在颤抖。我全都明白了。所有人都愣住了，不解地看着他。您明白什么了？你们这群蠢货，懂什么？总阁主猛地回头，对着那几个长老怒喝道：“你们以为长生这是在胡闹吗？你们错了，大错特错！这是神来之笔，是足以载入史册的绝妙计划。我和长老们还有冷月全懵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绝妙计划。阁主，此话怎讲？”一个长老不服气地问道：“你们看！”总阁主指着清单上的第1条，他要下水道舆图。你们以为他是要从地下潜入吗？肤浅！剑圣的剑意领域覆盖百里，无形无质，却无处不在。但他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他需要一个影子，他只能感知到带有杀气的生命体。而下水道是什么地方？那是污秽之地，是死气汇集之所。如果长生能找到一条汇集了全城死气的龙脉，他就能将自己的气息完美的隐藏在其中，变成一个死人，一个连剑意领域都无法感知的死人。总阁主越说越激动，仿佛为自己能窥破天机而感到兴奋。再看第2条，酒楼的菜单和采买清单，你们以为他是想下毒吗？愚蠢！剑圣是不食人间烟火，可他手下的人呢？他的弟子门徒呢？他们总是要吃饭的吧？长生这是要通过分析全城的食物供应链，找出剑圣势力的所有据点和人员构成，这是釜底抽薪之计啊！至于第3条和第4条，总阁主深吸一口气，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凝重之色。这才是整个计划最核心也最恐怖的地方。你们以为他是要贪图享乐吗？你们知道剑圣最强的是什么吗？是他的剑心。他的剑心通明无垢，不染尘埃，所以他的剑才能那么快，那么纯粹。而长生要做的就是破他的剑心。美女弹琴看似是享乐，实则是为了寻找一种能扰乱人心神的魔音。菜谱看似是口腹之欲，实则是为了研究能勾起人最原始欲望的心魔。他要用这世间最迷你的音，最诱人的味，来为剑圣布下一个红尘大阵，让叶孤城那颗修炼了几十年的无垢剑心重新染上尘埃。一旦他的剑心破了，他的剑也就不再无敌了。总阁主一番话说完，整个房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他描述的这个宏伟而又恐怖的计划给惊呆了。那几个刚才还在质疑的长老，此刻已经满头大汗，脸上写满了羞愧和后怕。原来这看似荒唐的要求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惊天动地的杀局。他们刚才竟然还想阻止这个计划，他们简直是幽冥阁的罪人啊！冷月更是美眸异彩连连，他看着我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柔情和崇拜。原来公子连这些都算到了，他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杀人，而是如何诛心，这才是杀道的最高境界啊！阁主一个长老颤抖着声音开口，他要的实在是太多了，也太难了。别的不说，光是那下水道舆图就是朝廷的最高机密，我们怎么可能弄得到？是啊，还有那些酒楼的采买清单，涉及到的人员太多，一旦暴露，我们幽冥阁在京城的势力恐怕会遭受灭顶之灾。总阁主冷哼一声，妇人之见，与杀死叶孤城这件大事
时相比，些许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他转过身对着我，恭恭敬敬的一抱拳，长生你放心去做。从今天起，幽冥阁京城分舵，所有资源、所有人手，任你调遣，哪怕是把这里翻个底朝天，我们也会满足你的一切要求。不够的话，我立刻从总舵调人，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你什么都不用管，只需要专心为叶孤城布下这个天罗地网。我握着毛笔的手在微微颤抖，我看着总阁主那张写满了信任和狂热的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这下完脱了。总阁主雷厉风行，一道命令下去，整个幽冥阁京城分舵，就像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疯狂地运转了起来。无数的探子被派了出去，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了整个京城。他们有的去收买工部的官员，试图窃取下水道的图纸；有的伪装成伙计，混进各大酒楼的后厨，记录采买的清单；还有的则是在满世界的为我寻找那3个最漂亮的姑娘。一时间，京城暗流涌动，气氛都变得紧张了起来。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我们的杀神顾长生大人，此刻正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着人生。我是不是有点玩得太大了？我本来只是想提点过分的要求，让总阁主知难而退，好顺理成章的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给扔掉。谁能想到那个老家伙的脑补能力比冷月环他妈离谱，自己随便瞎写了几条，他硬是给脑补出了一套诛心灭圣的惊天大计划。现在好了，整个幽冥阁都动员起来了，一副要跟他大干一场的架势。我现在要是说其实我就是瞎写的，我就是想偷懒，估计会被那个狂热的总阁主当场给撕成碎片。哎，我叹了口气，感觉心好累，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公子，您又在为叶孤城的事情烦心了吗？冷月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他现在看我的眼神已经不能用崇拜来形容了，那是一种看神明的眼神。他觉得自己能跟在这样一位布局深远、算无一策的神人身边，哪怕只是端茶倒水，都是三生有幸。烦心，我是愁得快要愁死了。我心里疯狂吐槽，嘴上却只能继续装逼。区区叶孤城何足挂齿？我拿起一块苹果，轻轻咬了一口，故作风轻云淡地说道：“我只是在想，这盘棋该从何处落子，才能让这天下变得更有趣一些。”冷月闻言，心头又是一震。公子他果然志不在此，他的目标根本不是一个小小的叶孤城，而是这整个天下。他要的是颠覆式重塑。冷月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他为自己能参与到如此宏伟的大业中而感到无上的光荣。无论公子想做什么，冷月都将是您手中最锋利的那把剑。他单膝跪地，眼神坚定地说道。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中二发言搞得一愣。大姐，你又脑补了啥？我就是随口装一下而已啊。我刚想说点什么，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分舵主那个山羊胡老者一脸激动地跑了进来。长生大人，长生大人，找到了，您要的姑娘我们给您找到了。我一愣，我去，这帮杀手干正事不行，搞这些歪门邪道效率还挺高啊。带进来我看看。我清了清嗓子，摆出一副我很专业的架势。很快，3个环肥燕瘦各有千秋的绝色女子就被带了进来，她们一个个低着头，身体微微颤抖，显然是知道自己要伺候的是什么人，那可是传说中杀人不眨眼的杀神啊。抬起头来我说道。3个女子闻言战战兢兢地抬起了头，我眼前一亮，不得不说幽冥阁的办事能力确实强。这3个姑娘论姿色，放在我上辈子的世界那都是顶级的网红校花级别，一个清纯如水，一个妩媚入骨，一个英姿飒爽。不错，我满意地点了点头。我倒不是真的好色，主要是为了把戏做足。我要是表现得太清心寡欲，反而不符合我之前提的荒唐要求了。你们谁最会弹琴？我问道。回大人，奴家略通音律。那个看起来最清纯的女子小声地回答道。好，就你了。我指了指她，你留下，其他人先下去吧。分舵主和另外2个女子闻言如蒙大赦，赶紧退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了我和冷月，还有那个瑟瑟发抖的清纯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奴家小翠。别紧张，我又不会吃了你。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一些。去，给我弹首曲子听听，就弹个2只老虎吧。小翠、冷月2人都愣住了。2只老虎，这是什么曲子？听起来好奇怪的名字。我这才反应过来，这个世界好像没有这首儿歌。嗨嗨，我的意思是弹一首欢快一点的。是大人。小翠虽然不解，但还是乖乖地坐到古筝前，纤纤玉指在琴弦上轻轻一拨，一阵悠扬的琴声瞬间在房间里响起。你还别说，这姑娘弹得还真不错。我闭上眼睛，一边听着小曲，一边吃着冷月削好的苹果，感觉自己腐败堕落的人生好像也还不错。就在我享受着难得的清闲时，据点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紧接着一个杀手连滚带爬地跑了进来，脸上写满了惊慌。不好了，阁主，长生大人，宫里来人了。谁？分舵主眉头一皱，是当朝长公主，平阳长公主殿下。什么？在场的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平阳长公主，当今圣上最疼爱的女儿，权势滔天，性格更是出了名的说一不二，连太子都要让她3分。她怎么会突然跑到幽冥阁的据点来？她说她听闻京城出了一位能引动9天神雷的奇人，特地前来拜会。杀手颤抖着说道。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又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我嘴里的苹果差点没掉下来。我去，吏部尚书被雷劈死那事儿都惊动皇室了，这下麻烦大了，快去迎接。分舵主急忙说道。不必了。一个清冷而又威严的女子声音从门外传来，紧接着一个身穿华贵宫装、头戴凤钗、容貌绝美、气质高贵的年轻女子，在一群带刀侍卫的簇拥下缓缓走了进来。她一进来，整个房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属于皇室的威压。参见长公主殿下。分舵主和冷月等人齐刷刷的单膝跪地，只有我还傻愣愣的坐在那里，嘴里还叼着半块苹果。我不是不想跪，是我被吓得腿软了，站不起来了。长公主的目光扫过跪在地上的众人，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她的眼中闪过一丝好奇和审视，这就是那个传说中的杀神，看起来也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而已，而且见了本宫竟然不下跪，好大的胆子！
你就是顾长生。长公主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我一个激灵，赶紧把嘴里的苹果咽了下去，差点没把自己噎死。我想站起来行礼，可腿肚子不争气，抖得跟筛糠一样。草草名顾长生，参见公主殿下。我结结巴巴地说道。长公主看着我这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柳眉微蹙，难道传言有误？还是说她是在故意伪装？长公主是个极其聪明的女人，她从不相信空穴来风的传言。吏部尚书李宗明被雷劈死一事太过蹊跷，大理寺查了半天，最后只能以天谴结案。但她不信，她通过自己的渠道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幽冥阁，指向了眼前这个刚刚声名鹊起的杀神。所以她今天亲自来了，她要亲眼看看这个顾长生到底是人是鬼。赐座。长公主淡淡的说道。立刻有侍卫搬来一张华丽的椅子，放在我对面。长公主优雅的坐下，端起侍女奉上的茶，轻轻抿了一口。本宫听闻先生有通天彻地之能，可知风雨，可照雷电，不知是真是假。她看着我，看似随意的问道。我心里咯噔一下，来了，送命题来了，这要怎么回答？承认那就是妖言惑众，下一秒就可能被当成妖怪给烧了；否认，那我杀神的人设就崩了。幽冥阁这帮人估计也不会放过我。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冷汗都下来了。我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万金油的回答。我学着那些江湖骗子的样子，故作高深的叹了口气：公主殿下，天机不可泄露。这一声叹息，这个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表情都变得微妙起来。分舵主和冷月是果然如此。公子又开始装了。长公主的侍卫们是这家伙好大的胆子，敢这么跟公主说话。而长公主本人则是美眸中金光一闪。有意思，不承认也不否认，用一句天机不可泄露来搪塞。这要么说明他是个故弄玄虚的骗子，要么说明他真的有那种能力，只是有所顾忌。长公主更倾向于后者，因为她不相信一个普通的骗子敢在她面前表现得如此镇定。在她看来，我刚才的结巴和腿软都是装出来的。一个能引动9天神雷的人，怎么可能会怕她一个凡间的公主？我现在这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才是我的真面目。好一个天机不可泄露！长公主笑了，那笑容倾国倾城。既然天机不可泄露，那本宫就考考先生的眼力。她说着端起面前的茶杯。先生请看，本宫这杯茶是该喝还是不该喝？这是一个陷阱，一个极其恶毒的陷阱。因为这杯茶里有毒，是他来之前故意让心腹下的一种无色无味的奇毒。见血封喉，他就是要看看这个我到底有没有传说中那么神。如果我看不出来，那我就是个骗子。他会立刻下令将整个幽冥阁据点夷为平地。如果我看出来了，那我就有为自己所用的价值。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冷月的手已经悄悄地按在了剑柄上。他虽然相信我，但长公主这一手实在是太毒了。我也懵了，大姐，你喝不喝茶关我屁事啊？我又不是你爹，我管你喝不喝？我哪里知道茶里有毒？我只知道自己要是回答错了，肯定没好果子吃。怎么办？就在我急得快要尿裤子的时候，我眼角的余光突然瞥到了桌子上的一盘东西，那是刚才冷月给他削苹果时剩下的一堆苹果皮。一个大胆而又荒唐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死就死吧，赌一把。我深吸一口气，突然伸出手拈起一长条苹果皮，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我将那条苹果皮轻轻地扔进了长公主面前的茶杯里。公主殿下，我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她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沧桑。您说这苹果皮它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呢？当我将那片苹果皮扔进茶杯的瞬间，整个房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完全不明白我想干什么。长公主也是一愣，她那双睿智的美眸中闪过一丝深深的困惑，这是什么意思？她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苹果皮是沉是浮，这是在故弄玄虚，还是另有深意？她低头看去，只见那片薄薄的苹果皮在碧绿的茶汤中缓缓地舒展开，然后就那么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这不是很正常吗？苹果皮的密度比谁小，当然是浮上来的，这有什么好问的？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在胡闹的时候，异变发生了。只见那漂浮在水面上的苹果皮突然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枯萎，就像是被什么剧毒瞬间腐蚀了一样。短短2个呼吸的功夫，那片鲜活的苹果皮就变成了一片焦黑的散发着恶臭的残渣，然后缓缓地沉入了杯底。一阵倒吸凉气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长公主身后的那名贴身侍女更是吓得脸色惨白，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浑身抖如筛糠。殿下饶命，奴婢也不知道茶里有毒啊！真相大白了，茶里真的有毒，而且是能瞬间腐蚀物体的剧毒。如果刚才长公主喝下了这杯茶，后果不堪设想。长公主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无比难看，但她不是害怕，而是震惊。她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仿佛是要把我整个人都看穿。她是怎么知道的？这毒是她自己亲自下的，除了她和那个心腹，绝不可能有第3个人知道。她不仅知道茶里有毒，甚至还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将毒性给显现了出来。她没有说一个毒字，却用一片苹果皮说明了一切。这是何等恐怖的眼力，何等巧妙的手段！你是怎么做到的？长公主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一丝颤音，我心里长长的松了口气。妈呀，赌对了，这茶里果然有鬼。其实我刚才也是瞎蒙的，我哪里知道什么毒不毒的？我就是觉得这个长公主来者不善，故意刁难我。扔苹果皮纯粹就是为了转移话题，拖延时间。至于苹果皮为什么会变黑，我怎么知道？说不定是这苹果皮不新鲜，或者跟茶叶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呢？反正结果是好的就行了。公主殿下，我继续保持着她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缓缓开口：茶本是好茶，这苹果也是好苹果，但当他们相遇时，
是福是祸就未可知了，这便是因果。一番话说的是云里雾里，玄之又玄，但在长公主和冷月等人听来，却不亚于大道之音振聋发聩。又是因果，公子他竟然已经将因果之术运用到了如此细致入微的境界。他不仅仅能用因果杀人，还能用因果救人。冷月看着我的侧脸，眼神中的狂热已经快要溢出来了。他现在觉得，就算是总阁主对公子的评价都还是太低了。什么返璞归真，什么大道至简，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公子他根本就不是武者，他是行走在人间的神。长公主也被我这番话给镇住了，她沉默了良久，才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先生之能，本宫佩服。她站起身，对着我郑重地行了一礼，这一下把她身后的侍卫们都给吓傻了。堂堂长公主竟然对一个江湖草莽行礼，这要是传出去，整个朝堂都要地震了。今日之事是本宫唐突了。长公主的语气变得无比客气。本宫府中还有些要事，就不多打扰先生了。改日本宫在贝帛里登门谢罪。说完，他不再多留，带着他的人匆匆地离开了。他需要回去，好好的消化一下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及重新评估一下眼前这个男人的价值。等长公主走后，整个房间还是一片死寂。分舵主和那几个杀手还跪在地上没敢起来，他们刚才是真的被吓破了的。那可是长公主啊，一言不合就能让他们所有人人头落地的存在。结果就这么被长生大人三言两语一片苹果皮给吓跑了。都起来吧！我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感觉自己刚才那一通装逼，把一辈子的脑细胞都给用光了，现在累得不行。是长生大人，众人这才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公子，您是不是早就知道长公主会来？冷月扶着我小声地问道。他觉得以公子的算计，绝不可能对长公主的到来毫无准备，说不定连长公主会用毒茶试探他，都在他的预料之中。我现在已经懒得解释了，我点了点头。冷月果然露出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那您之前要那3个姑娘，也是为了应对今日之局？冷月又大胆地猜测道。他觉得以公子的心性，绝不是贪图美色之人，他要那3个姑娘必然有他的深意。我一愣，要那3个姑娘跟长公主来有半毛钱关系吗？我仔细想了想，好像还真有点关系。如果刚才房间里没有那个弹琴的小翠，那整个房间的气氛就会显得很肃杀很紧张，而现在有琴声有美女，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享乐场所，反而让长公主放松了警惕。而且如果不是为了听小曲儿，冷月也不会闲着没事给我削苹果。没有苹果就没有苹果皮，没有苹果皮。我想到这里自己都惊了，难道我真的是个天才？我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布下了一个完美的局。不，这不可能，一定是巧合，对，绝对是巧合。